杨树浦。今天大家走在这里，看到的是江景、步道、花草和咖啡馆，任何人不需要门票，也不需要预约，随时可以走进来。可是，在过去1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5公里几乎一路是闲人免进的工业禁区。它是中国城市现代供水的起点，也曾是远东最大的纺织基地。30多层楼高的电厂烟囱，更是当年每一艘驶进吴淞口的轮船，第一眼就能看到的上海地标。然而，随着时代齿轮转动，轰鸣不息的工厂纷纷拉下电闸，停产谢幕，沦为江畔锈痕斑斑的遗迹。在长达30年的封闭和隔绝中，这片曾经功勋赫赫的土地几乎走到了被遗忘的边缘。那这段江景和阳光又是如何以今天的样貌毫无保留地重回大众视野的呢？走进上海地铁18号线丹阳路站，你会发现这里有着截然不同的明暗两半。明是现在的黄浦江天际线，暗则是杨树浦被封存的工业时代。走出站外，甚至还能站在时间停止、人去楼空的厂房旁。爬山虎吞噬了残破的窗户，钢筋从混凝土中刺出。这里曾是由大纯、新泰纱厂合并而来的上棉酒厂。当年纺织工人热火朝天的生产场面不在，如今只剩下轰鸣100年之后的沉寂。沿江散落的门座式起重机曾是码头装卸的主力，现在这些钢铁巨兽洗尽尘沙，化作静止的江岸图腾。瑞荣船厂见证了中国现代造船业的起伏。当万吨巨轮出坞的喧嚣随船厂搬迁而远去，只剩乙炔站和斑驳名牌在江风中矗立。500米外的机器造纸局和旧鱼市场也早已褪去人潮，但100多年前从杨树浦远航的一众青年却彻底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面貌。站在今天的秦皇岛路渡口，看着轮船上来来往往的乘客，你很难想象这里就是当年的黄埔码头。一战之后，法国急需劳动力，中国则渴望救国正道。以华工赴法为契机，大批中国青年正是从这里登船，沿着西行航线踏上了勤工俭学的漫漫征途。这里的廊道和货站见证了觉醒年代。当年码头工人们沉重的号子声在船舷和仓库间回荡，黄埔码头向外输出了探寻真理的火种，反过来也不断输入着西方巨额的资本和源源不断的机器原料。漫长的杨树浦江岸从此踏上了全新的命运之路。当你以为记忆已经彻底成为过去时，杨树浦水厂却给出了超越时代的奇迹。标志性的青灰砖墙、殷红砖线，配上宛如中世纪城堡的锯齿状垛口，从1883年运营至今的杨树浦水厂，用极具几何美感的英式哥特风格，定义了上海近代公用事业的起点。在它诞生之前，上海市民基本依赖挑夫从河道取水，水质浑浊，甚至时常伴随霍乱的威胁。我们这一时期还停留在挑水喝的时代，英国都已经开始了工业发展。公共租界工部局开启了全上海的取水点勘测和评估。第二套方案是在松江的凤凰山进行取水，但是您看啊，距离租界很远，有32公里，造价也是最贵的。第三套方案就是在杨树浦港建立大型水池，涨潮的时候从黄浦江当中取水。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决定在杨树浦砸下重金动工兴建水厂。到这里的净水设施区域、沉淀池、过滤池等等。这一时期的杨树浦水厂呢，主要是向外国侨民供水的时候，供水能力也是不到4000立方米。143年来，
它从最初专攻外桥，到后来惠及华界，从抽取黄浦江水，到如今跨越几十公里引入青草沙水库的长江源水，直径3米多的巨大输水管，每天依然在为数百万上海市民输送生命之源。水厂不能停摆，江岸又该如何还给市民呢？设计团队在江面上凌空架起了一座500多米长的栈桥，行人既可以欣赏北侧的百年古堡，又能一览南侧的现代江景。和水厂比邻的是曾经支撑上海工业半壁江山的英资纱厂。老公贸的水刷石立面和颐和纱厂166米长的清水砖墙，共同拉开了100年前远东第一纺织基地的序幕。眼前这栋绿树环绕的老洋房，就是杨树浦纱厂的大班住宅。它有天然卵石拼贴的外墙、虎皮石包角、红瓦坡顶和老虎窗，在曾经工业风主导的杨树浦显得格外的柔和。一战爆发之后，来自欧洲行业巨头的外部货源骤减，这让中国本土纺织工业迎来了史无前例的黄金时代。银河洋行决定投资150万两白银，再建一座纱厂，而大班住宅保留了100多年前英国商界精英在上海的生活空间。老式壁炉、实木地板，当年租界政商名流在这里推杯换盏，墙外是纱厂的日夜轰鸣，墙内是资本的无声博弈。往昔的森严壁垒，如今已被彻底打破。原电站辅机厂的龙门横架下，建起了杨树浦驿站。你甚至可以坐在3层的落地窗前，安静地阅读江景。这种绝妙的改造无处不在。100年前的祥泰木行堆场，如今化身错落有致的木构书院。阳光透过水池和窗格洒在书页上，完成了从物质之木到精神之书的沉淀。老纱厂的遗址长出了满是蓑雨草的雨水花园，而接下来出场的这座建筑，它的减法手术更加令人惊叹。大家现在看到的这片悬浮森林叫做绿之丘，它层层退台，植被覆盖，像是从江边步道自然生长出的丘陵。它的前身是1995年建成的海烟机修厂仓库，原本是一栋方正庞大的6层混凝土板楼，差点被整体拆除。设计团队大胆做了减法，去掉了它1半的体量，甚至让安普路从1层穿堂而过，打通了城市和滨江之间的阻隔。顺着双螺旋阶梯俯视，中庭的朴树直指天空。从封闭的仓库到开放的复合空间，绿之丘把江畔制高点还给了行人，而沿江而上的另一处工业巨无霸，则既守住了宏伟原貌，又拥有了全新灵魂。巨型烟囱、干灰储灰罐、疏梅栈桥、卸船机，这是杨树浦电厂最醒目的标志。1920年代快速扩容之后，它成了远东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巅峰时期供应了全上海将近80%的电力。将近1个世纪里，这里都是封闭的生产暗线，锅炉高耸，机器轰鸣。2010年电厂关停之后，这里的核心工业构件几乎全部被保留，疏梅栈桥依然结构完整，泵坑和灰仓被改造成艺术空间，甚至连净水池都维持了旧轮廓。沿着空中步道向南望去，昔日的卸船机依然扼守江畔，驳船运来的煤炭通过皮带输送机源源不断地送往庞大的锅炉。从这个钢铁、管道和高温高压构筑的世界里诞生的电能，曾穿透黑夜，点亮了整座都市。如今，锅炉中不再有转动的煤粉，原先用来储存煤灰的灰仓和深达10米的泵坑，变成了前卫的艺术秀场。
最具反差感的是这座外观像贝壳一样的零碳咖啡馆。极具几何美感的混凝土批锥壳体下是木质桌椅、落地玻璃窗和全部来自阳光的电力。中庭的石榴树在钢铁空间的工业遗存中生机盎然。这种粗粝和先锋的共生，在世界技能博物馆同样得到了宏大的呈现。无梁楼盖结构和八角伞形柱撑起了100年前永安战房的惊人跨度。走进大厅，巨大的世界引擎装置极具视觉冲击力。这里不仅展示了历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成果，更像是一部微缩的人类双手进化史。从月球钻机复制品到精密的珠宝制作工艺，技能一直在拓展我们创造生活的边界。穿梭在3次工业革命的展区，看着自动化产线的精密运转，你会深切感受到真正改变世界格局的正是不断发展的文明理念和实践畅想的先进技术。传统的斗拱榫卯扣合得天衣无缝，苏绣上的8大行星简练传神。从佛光寺的木构奇迹到复兴号高铁的模拟驾驶，智慧和技艺在华夏文明的长河中从未断流。无论是亲手尝试数字化车身喷涂、发型设计，还是在展区外的咖啡厅小憩，昔日的仓储种地已经彻底融入市民的生活日常。拥有100年历史的上海制造厂同样迎来了全新面貌。生物转盘池和气浮池被改造成圆形绿地、咖啡馆。过去制造风花檀香皂的厂房，如今肥皂泡、反应釜形态的艺术装置处处可见。曾经被加建结构淹没的明华糖仓，如今重见天日。而毛麻仓库也在不定期的艺术展览中迸发新生。这段漫步路线的终点是气势恢宏的御风沙场，也就是后来的国棉石器厂。标志性的红砖锯齿形厂房成排延展，这种设计能引入最均匀的漫射光，避免直射光对棉纱的损耗。曾经万缩齐名的功勋大厂，如今变身为上海国际时尚中心。生产原料的车间现在是服饰成品的发布 T 台，而原先的锅炉房和高级职员宿舍则毫不违和地融入了现代生活场景。今天的黄浦江上，杨浦大桥车流不息，滨江步道不时点缀公共艺术装置。这5公里江岸用了10年时间，打破了100年的高墙和禁区。机器的轰鸣归于平静，但生命的活力却以更饱满的方式跃动在这里。这片曾经用水泵、仓库、沙锭、锅炉支撑城市运转的土地，如今正用江景、花草、步道和咖啡馆迎接着每一个久违的归来。